是威胁还是真有报复计划？伊朗通过第三方告知以色列将对其进行打击。不惧抵抗联盟，以色列空军战机高调前往黎巴嫩首都上空，空中预警系统大升级，台湾计划采购多架 E-2D 空中预警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对外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匈牙利向以色列传达一个意思，那就是即将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打击。这是卡茨在与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托进行谈话之后发表的声明。此前，西亚尔托曾与伊朗外交部长阿里·巴盖里举行会谈。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第14频道表示，在德黑兰袭击事件爆发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就前往了伊朗，并与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会晤。在此次访问中，俄罗斯将为伊朗提供大量武器，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对以色列的潜在战争做准备。从2022年开始，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合作达到了显著加强，双方甚至还制定了扩大军事和情报合作的协议。伊朗官员表示，目前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了要求提供更先进防空设备支持的要求，而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同意了，并着手向伊朗运送先进防空与雷达。外界猜测，德黑兰袭击事件可能是通过空袭手段进行的，因为这次伊朗向俄罗斯寻求更先进防空系统的要求，可以间接证明，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会提供什么防空，伊朗也没有给出更多细节，但可以肯定的是，防空雷达数量不会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应该不会为伊朗提供各类导弹。一方面，俄罗斯不太会明目张胆地向伊朗提供打击以色列的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伊朗与俄罗斯之间谁的导弹储备量更大还不一定呢。而且在防空导弹与雷达方面，数量应该不会太多，已经乌克兰战场的俄军同样需要。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越来越密集。根据媒体报道，近期黎巴嫩加大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力度，不仅发射大量火箭弹，同时还利用无人机对以色列阿卡北部军营展开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方面说明显示，有无人机击中纳哈里亚南部的公路，并有人员受伤。另外，根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真主党还利用无人机对以色列阿卡北部军营发动袭击。真主党表示，此次袭击是为了对加沙提供支持，并对此前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埃巴村作出回应。在近期的混战中，不仅仅是以色列遭遇袭击，还包括美军。根据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证实，美军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了火箭弹袭击，并导致数名美军士兵受伤。外界猜测，这些袭击并非孤立事件，很可能是伊朗及其盟友就近期事态发展的一种回应。毕竟在德黑兰事件爆发之后，伊朗就一直在寻找合适时机对以色列与美国做出回应，而此次袭击很可能就是伊朗报复计划中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伊拉克境内武装自发行动。要知道，伊朗在中东地区有着非常复杂的代理人网络，这些组织或直接或间接与伊朗有着密切关系，但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独立性。所以有理由相信，此次美军基地遇袭是某支武装在向伊朗表达忠诚，同时协助伊朗向美国施压。截至目前，全球的目光都在注视中东地区，外界都在猜测伊朗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报复，而美国也在调兵遣将，想方设法地保护以色列。因为美国觉得，如果伊朗还是像之前几个月那样，在以色列领空附近放烟花，象征性的报复一下，可能难以服众。如果报复措施无法造成任何后果，反而会让伊朗成为一个笑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尽可能地调动兵力部署中东。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表示正在制定对以色列打击的重要计划。不过，胡塞武装发言人阿米尔在接受采访时，并没有透露打击行动的具体袭击，仅表示正在制定重要计划。另外，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现胡塞武装成员。在报道中显示，胡塞武装通过乘坐伊拉克境内武装的车辆，从伊拉克边境的盖姆越境进入叙利亚阿布卡麦勒。同时，媒体还发现，在叙利亚库奈特拉省和霍姆斯省的伊朗军事基地中，已经部署了胡塞武装成员，甚至在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同样有胡塞武装成员出门。根据当前情报分析来看，伊朗阵营正在进行报复计划，很可能在导弹、火箭弹打击的同时，发动一场大规模地面袭击行动。因为伊朗正将阿富汗、伊拉克以及胡塞武装的兵力全部集结到前线。对此，以色列认为最有可能被打击的区域将是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加利利地区，这是以色列的核心区域，背靠约旦河谷地，附近就是地中海沿岸平原与崎岖山谷。
附近还有中东地区最大淡水湖之一的泰巴列湖。而且加利亚地区的战术环境主要是小城镇村庄与山谷崎岖地形，如果伊朗阵营利用复杂地形进行隐蔽的渗透攻击，那么以色列空中力量是难以对其打击的。要知道，伊朗集结的这些武装都非常善于步兵战斗，尤其是胡塞武装是山谷崎岖地形渗透战斗专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只能继续保持警戒，而美国也需要持续对其监视，才能尽可能的避免渗透行动带来的威胁。你们觉得呢？当然，以色列也没有坐以待毙。在这个紧张的时刻，以色列空军战机出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上空。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下午1点59分与2点05分，以色列战机低空飞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上空，并多次突破音障发出巨响。目击者表示，仅凭肉眼就能看到以军战机。在此次事件中，记者也证实了贝鲁特核心区域可以听到巨响，这是多年来以军战机最接近黎巴嫩首都的飞行。在事件发生后，黎巴嫩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但并未对事件中的具体起因做出进一步的消息。以色列方面同样媒体，并很快将此事放下，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以军飞机不仅在8月6日进行了飞行，在8月7日中午同样进行了多次飞行。最初，以色列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仅表示空军战机是从地中海西部方向进入黎巴嫩境内的，后来又折回地中海方向，但在后续报道中并未提及机型的具体信息，似乎对此事并不想多做解释一般。但黎巴嫩方面就没有这么安静了，对于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目的等信息都非常想要了解清楚。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多个国家已经对本国居民发出警告，要求尽快离开黎巴嫩，甚至有的国家还在考虑撤侨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近期中东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是关于台湾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目前正在对现役的 E2K 预警机进行性能提升专案，同时还计划向美国采购最新型的 E2D 预警机，目前正在与美国进行相关方面的沟通。在今年6月份，台湾空军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显示2020年台湾将新型预警机纳入空军规划。因为台湾现役的 E2 当中，机龄最长的已经接近30年，最短的也超过20年，机队面临寿命到期，于是台湾便计划向美国采购 E2D 先进鹰眼。然而，根据美国在2020年给出的报价显示，台湾向美国采购6架 E2D 预警机，包括备用零件、后勤训练以及技术支持，总金额达到23.6亿美元。该金额超过了台湾的预算专案，最终导致采购计划迟迟无法进行。而在原本计划中 ，E2D 生产线将在今年关闭。在此之后，台湾想要采购 E2D 还需要重启生产线，价格至少将翻倍。不过在2023年年初，日本向美国采购了5架 E2D 预警机，耗资13.8亿美元，生产也将延长到2026年年底，这为台湾在合理价位采购该机型提供了机会窗口。于是台湾就重启了采购项目，争取在2026年年底之前完成 E2D 预警机的采购。不过有消息表示，为了争取项目预算通过，台湾可能会将采购数量降为5架，采购预算将达到20亿美元。作为美军现役主力预警机，同时也是美国海军唯一可从航母起降的固定翼预警机， E2D 的性能相较于早期型号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其中 E2D 预警机换装了 AN/APY9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是 E2D 最大的技术升级之一，拥有高度敏感的目标探测与追踪能力，能够对防空、反导以及对地等方面提供关键支持，最大探测距离超过550公里。AN/APY9 雷达具备多种扫描模式，包括预警监测模式、重点扇形扫描模式以及重点扇形跟踪模式，使得 E2D 能够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中灵活应对。另外 AN/APY9 还可以有效过滤地面、海面杂波，拥有对隐身战机探测的能力。据新闻周刊8月5日报道，朝鲜已对外宣称，在其南部边境部署了250个火星 111D 弹道导弹发射器，每个发射器能够容纳4枚 KN-24 导弹，总计1000枚。鉴于此次行动是朝鲜首次公开披露向其边境部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部署，许多军事专家纷纷对其进行分析，然而大多都持质疑态度。专家认为 KN-24 导弹于2019年底才开始飞行测试，如果朝鲜真的部署了超过1000枚该导弹，那就表明其每年的生产率至少为200到300枚。就朝鲜当前的国力而言，不太可能拥有这样的生产力，当然也不排除存在其他外界因素助力的可能。
据索菲亚通讯社8月3日报道，鉴于保加利亚目前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仍是苏联时期的 S-300， 和现代化防空系统相比已经严重落后，为此，保加利亚政府对外宣称将计划先行购买一个 IRIS-T SLM 系统，后续会考虑再加购多达5个 IRIS-T SLM 系统和一个 IRIS-T SLX 远程系统，以此来加强自身的防空能力。IRIS-T SLM 是 IRIS-T 防空导弹系统的中程版本，由德国迪尔防务公司研制，于2005年12月在德国空军服役。该系统由3至4台导弹发射车、1台后勤支援车以及1台可部署在最远20公里的独立指挥车组成。每台发射车装载8枚导弹，指挥车可与多台雷达车集成。它的最大射程为40公里，高度射程可达20公里。该导弹可以同时发射所有导弹，并跟踪多个目标，包括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空对地导弹和无人机。IRIS-T SLX 则是 IRIS-T 防空导弹系统的远程版本，它可以在比 IRIS-T SLM 更远的距离内提供对空中威胁的保护，使用与前代 IRIS-T SL 导弹不同的新型地对空导弹型号，具有红外线、主动雷达双模式制导头，射程提高至80公里，最大高度为30公里，可用于拦截防区外打击武器。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海军计划于10月1日把明尼苏达号的母港从夏威夷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转移到关岛，即将成为首艘部署在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美国海军表示，自维吉尼亚级潜艇服役以来，便逐步增强其战力，使之能够在沿海作战中支援反潜战、反水面战、打击战以及完成各种情监侦任务。而作为维吉尼亚级潜艇中的一员，明尼苏达号长115米，排水量可达7900吨，并配备有 Mk48 型鱼雷以及战斧导弹等极具威慑性的武器。随着明尼苏达号的加入，关岛将逐渐成为美国部署印太战略力量的关键枢纽。目前，这里已经部署有安德森空军基地、关岛海军基地以及持续兴建中的美国陆战队布拉兹营。未来也将容纳部分原驻防冲绳的陆战队兵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也对此次行动给予了回应，其表示将明尼苏达号部署到关岛地区，主要是为了展现出美国维持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尽管并未透露具体的部署细节，但其强调美国海军将会持续评估海外战力的分布情况，并进行相应的变更行动，以提高自身作战优势。而且在未来，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将会逐步取代从冷战时期服役至今的洛杉矶级攻击潜艇。7月31日，英国皇家海军对外宣称，已在一艘先锋级潜艇上成功进行了新型旗鱼鱼雷的海上验收测试。旗鱼鱼雷是一款重型鱼雷，英国皇家海军主要将其部署于反潜战和反水面战。该鱼雷长7米，重约1850公斤，最大速度148公里每小时，作战航程超过55公里。弹头部使用300公斤的镀铝 PBX 炸药，可以在接触时引爆，也可通过电线或自主主动被动声呐进行引导。其余穆德伊则是其最新的升级版本，主要进行了以下改进。首先，在整体结构上采用了更多模块化组件，更易于维护和未来升级，且安全性更高。如弹头已被 TDW 的更安全的不敏感弹药所取代，该弹药具有抗冲击、爆炸、热和火的能力。燃气涡轮发动机中的双燃料 Auto HAP 系统也被单 Auto 2燃料电池取代，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推进。其次，升级了制导系统，使鱼雷能够通过潜艇作战系统的命令进行线导，这种指挥线能够延伸到至少30公里，允许改变目标深度和射程限制。最后，升级了声呐套件，比原先声呐更灵敏，即便在线路被干扰的情况下，鱼雷也能够根据最后设定的参数自主进行后续任务。其余莫德伊将于2025年全面投入使用，预计使用寿命将延长至2050年代，足以确保英国皇家海军应对现代化威胁。
7月31日，越南公布了一款新型游荡弹药。该游荡弹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可折叠的机翼，类似于美国弹簧刀游荡弹药的结构设计。这种独特的结构设计让其具有更高的便携性和实用性。弹药外部可折叠的机翼能够紧凑地存放在发射管内，使其能够在战斗情况下迅速完成部署。待机翼展开之后，还能够提高弹药的飞行稳定性和射程，使其成为侦察和打击任务的有效工具。尽管这款新开发的游荡弹药暂未命名，且还在接受越南部队的严格测试，但它已经参加了越南第12军团的训练计划，展示了其提供精确火力支援的能力。越南表示，该游荡弹药旨在通过允许战略性瞄准以及高精度的与敌方阵地交战，提高武装部队的作战效率，后续将会进一步增强其战斗性能。据世界防务新闻8月1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空军宣布了购买 TB2 无人机的计划。TB2 是由拜卡公司开发制造的战术武装无人机系统，其集成设计包括无人机平台、地面控制站、地面数据终端、远程显示终端和高级基础模块。它能够执行各种勤监侦任务和武装攻击任务，其飞行高度能够稳定维持在5480米，最高可达8230米，续航时间长达27小时，最大速度为222千米每小时，有效载荷能力为150公斤。该无人机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装置，包括独立于 GPS 的自主导航系统、全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多模 AESA 雷达，以及3重冗余航空电子系统等，可实现完全自主的滑行、起飞、着陆和巡航。自2014年推出以来， TB2 便被土耳其武装部队、宪兵队和国家警察积极使用。至今为止，它的运营飞行时长已累计超过20万小时。目前 TB2 已被用于叙利亚、利比亚和卡拉巴赫的战区，已证实了在综合防空系统、雷达、装甲车和其他军事目标方面的有效性。此外，印度尼西亚之所以选择购买 TB2 无人机，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印度尼西亚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其边界地形非常复杂，普通无人机难以实现全面监视。其次，维护国防现代化，先进无人机能够进一步提升国防实力，有效解决相关国防威胁。最后，促进国际合作，通过购买 TB2 无人机，能够大幅提升与土耳其的友好伙伴关系，以便今后进行其他战略合作。尽管目前印度尼西亚并没有透露有关购买 TB2 无人机的具体细节，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新型无人机将补充和提高其现役的彩虹4和安卡无人机的性能。据美国国防新闻8月7日报道，波音公司于8月5日向美国空军交付了第一架生产型 MH139A 灰狼直升机。MH139 是 AW139 的军用版本，与后者相比，其速度和航程提高了 50%， 这使它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执行各种任务。而且，作为波音最新研制的飞机，它还具备低成本、高可靠性、易维护性等特点，为美国空军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但其实，此次交付的 MH139A 并不是波音公司向美国空军交付的第一架该类型的飞机。此前，波音公司已向美国空军交付了6架 MH139A 作为测试飞机，不过当时该项目正处于开发阶段。等到项目进入量产阶段后，美国空军相继签订了2份采购合同。第一份合同价值 2.85 亿，包括首批13架 MH139， 第二份合同选择加购了7架 MH139A。所以，对于此次交付行动，波音公司表示，其标志着该类型飞机的研制工作目前已经相当成熟，足以完成小规模生产交付任务。等待后续技术愈加完善，生产规模会逐渐扩大化。此外，美国空军之所以选择大量采购 MH139A， 主要是因为负责核导弹场周围安全巡逻工作的 UH-1N 机队，其性能已经老化。美国希望 MH139A 能够替代 UH-1N 继续执行此项工作。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伊朗阵营的兵力在叙利亚境内集结，是否为了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面对这种局势，以色列该如何应对呢？
美国又该怎么保护以色列呢？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烈军，下期再见。